Hello，各位好，我是 Luration Lab 修诊所的阿修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如果你是第一次看我们影片，记得先点击下方订阅按钮，再打开旁边小铃铛，这样每次有新影片，你都会第一时间收到通知。也帮我按个赞，让 YouTube 知道你喜欢这种类型的内容。谢谢大家，我们现在正式开始。好，我们马上进入今天的主题。我想先问荧幕前的每一位一个问题哦：你的人生到底是谁在定义？是你的父母、你的另一半、你的老板，还是网络上那些根本没见过面的陌生人？这个问题听起来好像很大、很哲学，但其实超级真实，对吧？我们每一天都在被各种外部的声音评价、定义，甚至是贴标签。今天我们要透过一个真实到有点残酷，但又充满力量的故事，来深入拆解这个问题。主角叫做 Lizzie Velasquez。他的故事不只是一个心灵鸡汤，他更提供了一个非常清晰的思维框架，教我们怎么样从逆境当中一步步夺回自己人生的主导权。OK， 故事的第一部分，我们先来看看 Lizzie 是如何从一出生就被这个世界用各种方式贴上标签，试图去定义她究竟是谁。好，我们先来看看 Lizzie 的状况。她天生就患有一种极其罕见的综合症，罕见到什么程度？当时全世界只有另外2个人有同样的症状哦。这个病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她的身体完全没有办法储存脂肪，也就是说，她永远不会增加体重。这听起来好像是很多人的梦想，对吧？可以随心所欲的吃炸鸡、披萨、喝珍奶，体重永远不会增加。他自己也开玩笑说，他一天要吃大概5000到8000大卡才能活下去。但这位 Lizzie 来说，完全不是祝福，而是一个终身无法摆脱的标签，一个他从来没有选择过的生理定义。除了体重永远不到29公斤，他也因此天生右眼失明，身体非常非常的瘦弱。这些都是他一出生就背负的来自生理上的限制。当他出生的时候，医生给的预后可以说是相当绝望。他们直接跟 Lizzie 的父母说，你们要有心理准备，这个女儿可能永远没办法说话、走路、思考，甚至自己做任何事情。各位可以想象一下，作为新手爸妈听到这种话，那种感觉根本就是天崩地裂。但是重点来了哦，他的父母没有问为什么是我们，他们的第一个反应是对医生说出了这句话。他们说，我们要见他，我们要带他回家，用我们全部的能力去爱他、养育他。这句话给了 Lizzie 人生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定义：被爱。在全世界告诉他你有问题之前，他的家庭先告诉他你是我们的宝贝。这个被爱的定义就像是他人生的底层作业系统，是他后来面对一切恶意的最强护盾。因为在家里被100%正常的爱着，所以 Lizzie 从来不觉得自己有什么不一样。直到5岁，幼稚园开学第一天，他说那就像是现实给了他一记超级响亮的耳光。他还记得他穿着自己最喜欢的风中奇缘背包，很兴奋地走进教室，对一个小女孩微笑。结果那个女孩看着他的表情是充满了惊恐跟排斥，就好像看到了全世界最可怕的怪物一样。那天没有任何一个小朋友愿意跟他玩。他回家哭着问爸爸妈妈，我到底做错了什么？为什么他们都不喜欢我？这是他人生第一次意识到，家庭给他的定义跟外面世界给他的定义存在着巨大而且残酷的冲突。虽然校园生活充满了挑战，但真正把他推到人生最谷底的是他10几岁的时候在网络上的一次遭遇。接下来这点超级重要，因为这是整个故事的转折点，也是我们每个人在某种程度上都可能会遇到的课题。我们把时间快转到他17岁，那时候 YouTube 才刚兴起没多久。他有一天就跟我们很多人一样，为了拖延写作业的时间，就在网络上乱逛。他无意间点进了一段影片，影片很短，只有短短的8秒，没有任何声音，而影片的主角就是他自己。而这支影片的标题即将把他推入人生的最深渊。这支影片的标题只有5个字：世界上最丑的女人。而它的观看次数超过了400万次。大家可以停下来想一下这个数字，400万，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？这大概相当于整个台北市加上新北市的人口都看过了这支影片，并且在点进去的那一刻就接受了这个标签。一个才17岁的女孩，在全世界超过400万人面前被公开定义为最丑。但比标题更残酷的是底下的留言。
成千上万的留言。Lazy 说，他当时坐在电脑前，一则一则的把他们全部看完了。其中一则就是这么写的，这已经不是批评了，这是一群完全不认识他的陌生人，隔着荧幕对他发出的死亡诅咒。另一则留言更短，却充满了非人化的恶意。你看，他们甚至不把他当作一个人，而是用动物的他，这已经不是霸凌了，这是一场匿名的、公开的、集体的灵魂谋杀。他们试图要彻底摧毁他作为一个人的价值感。OK， 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个时刻。Lizzy 当时就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，她面临一个最根本的选择题。左边这条路是让他们定义你，她可以彻底相信这些留言，觉得自己真的就是个怪物，活在受害者的角色里。然后呢？然后就等于是让那些躲在键盘后面的酸民赢了。对吧？但还有右边这条路，就是自己定义自己。他可以选择去证明这些人是错的，把这些恶意当成燃料，去写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人生故事。其实我们每个人在不同程度上都会遇到这种选择，可能是在职场被老板当众羞辱，或是在家庭被亲人长期误解，甚至是我们自己内心那个不断批评自己的声音。在那个最脆弱的谷底，你会怎么选？如果你是他，你会怎么做？非常欢迎你在留言区分享你的想法。Lizzy 哭了，当然，她把自己锁在房间里，哭得非常伤心，这是人之常情。但在崩溃之后，她做出了选择。她不仅选择了反击，她还发展出了一套非常清晰的策略，把这些迎面而来的逆境一步一步变成让自己往上爬的阶梯。这套策略，我觉得非常值得我们学习。这句话就是他核心策略的精髓。你看哦，他不是说要去忽略或忘记这些负面言论哦，他是说，你尽管说，你说的每一个字都会变成我向上爬的阶梯。这是一种非常高段的心态转换，不是消极的抵抗，而是积极的利用。他把别人射向他的毒箭全部拔下来，变成了自己前进的燃料。这根本就是一种心理上的炼金术。好，我们把它这个心法拆解成一个可以执行的3步骤流程，这也是这次分析最重要的干货所在。第一步，面对与承认。他没有假装自己不痛，他承认自己被伤害了，他哭了，他承认这件事情糟透了。这是非常重要的一步，因为你没有办法解决一个你假装不存在的问题。第二步，重新框架问题，这是最关键的转折，他改变了自己问问题的方式。第三步，设定具体目标，把那股被激发出来的愤怒和不甘心，转化成具体的、可以执行的行动方案。我们来深入看一下第二步，重新框架问题。原本他脑中的问题一定是：为什么是我？为什么我要承受这些？这是一个受害者的问题，他会把你困在原地，不断的自怜。这个问题的答案只会导向抱怨和无力感，但他把这个问题硬生生的、有意识的转变成了：好，既然事情已经发生了，那接下来我该做什么？你看，这个问题的转变，让他从一个被动的承受者，瞬间变成了一个主动的行动者。他把焦点从无法改变的过去，转移到了可以创造的未来。光是这个提问的转变，就是他从谷底爬出来的第一个阶梯。当他做出了选择，也确立了策略之后，他的人生剧本开始被他自己一笔一笔的改写。我们继续看下去，他是如何用具体的行动来定义自己的。他给自己设定了4个非常具体，而且在当时看来可以说是相当宏大的目标。第一，成为一个激励演说家，他要把自己的故事分享出去，变成别人的力量。第二，写一本书。第三，完成大学学业。第四，拥有自己的家庭和事业。这4个目标就成了他反击的人生蓝图。他等于是在向世界宣告 ：OK， 你们用外表来定义我，但从今天起，我要用我的成就、我的思想、我的行动来定义我自己。说目标很容易，对吧？但执行才是关键。我们来看看8年后他的成绩单。目标1，成为演说家，他做到了。而且我们今天分析的这个故事，就来自他那场在网络上疯传、影响了数百万人的 TEDx 演讲。目标2，写书，他不但写了，而且当时正在准备交出他的第3本书的手稿。目标3，大学毕业，他拿到了德州州立大学传播学系的学位，
目标4事业，他真的成为了一个靠自己能力吃饭的国际演说家和作家。这张对照表真的非常震撼，这不只是目标达成而已，这是他对那些曾经伤害他的人最响亮也最优雅的回应。我们从这张时间轴上可以看得更清楚，17岁是他人生的谷底，但你看接下来的发展，他不是一夕之间就成功的，他花了整整6年的时间，在23岁才站上 TEDx 的舞台，24岁大学毕业，25岁成为一个有多本著作的作家。这条路他走得非常扎实，一步一脚印。他把那些霸凌他的言论当成他书桌前的便利贴，当成他熬夜去图书馆的动力。这也提醒了我们，真正的转变需要的是耐心和持续的行动，从来都不是一触可及的。好了，故事讲到这里，我们来做个总结，并且把所有的学习点聚焦回我们自己身上。Lizzie 用了一个非常棒的比喻，她说：“你的人生就像一台车，而你就是那个坐在驾驶座上的人。你要左转、右转、加速还是刹车，方向盘就握在你手里。外界的声音，那些批评标签，就像是路边的噪音，或者是 GPS 里面那个一直叫你前方路口请掉头的讨厌语音。他们可以提供信息，但他们不能替你转动方向盘。最后决定这台车开往哪里的，只有你一个人。”所以在今天这个分析的最后，我想把一开始的问题重新温和地抛给大家。听完了 Lizzie 的故事，也了解了她的策略框架之后，现在你觉得是什么在定义你？是你的职位、你的薪水、你的外貌吗？还是你的价值观、你的选择、你的行动？这个问题没有标准答案，但它值得我们每个人在夜深人静的时候真诚地问问自己。总结一下今天的重点， Lizzie 的故事告诉我们最核心的一件事，就是我们每个人体内都潜藏着一种转化的力量。这种力量可以把最恶毒的批评、最不公平的对待，转化成驱动自己前进最强大的燃料。关键在于你是否意识到自己拥有这个力量，以及你是否选择，是的，永远是选择，去使用它。今天的内容就到这边。如果你觉得这集有帮助，记得马上点赞、加订阅、加开启小铃铛。我们正在冲订阅，需要你的支持。我是阿修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